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 Valerie。我们这期的视频是主要讲新加坡找工作以及找工作的流程。因为之前的视频一直都是非常的严肃，所以说这期视频就希望能够比较轻松一点，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在新加坡找工作，并且要经历什么才能够拿到这个 offer letter。我的频道是向大家介绍新加坡方方面面的干货，让你更了解新加坡。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并且打开旁边的小铃铛。如果你有任何疑问的话，也记得留言给我。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开始吧。我们现在聊一下，在什么样的平台上面我们可以找到工作，大家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找的。首先有一些找工作的平台，第一个呢就是 LinkedIn， 很多人都在用 LinkedIn， 还有其他的平台，比如说 Monster SG、JobStreet、JobDB， 还有 Indeed、Glassdoor。当然，如果你有心仪的公司，你去到他们的官网上面，他们都会有这个什么什么 career， 所以可以在这个官网上找他们相关的工作。当然，还有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就是这个内推。如果你有朋友啊，或者是家人在某一间公司里面任职，那么这个公司有空位的话呢，你就可以被推荐进去。如果你符合这个职位的要求的话，大概通过这些平台去找工作。所以说，首先你可以在这些平台上来注册你自己的账号，准备好自己的这个简历。如何来做好我们的简历呢？在网上有很多这个简历的版本，可以去下载，把自己的这个信息填在里面。关于做简历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之后也会推出一集专门来讲如何着重的来写你的简历，如何让你的简历更加优势。除了简历之外呢，有一些公司还会要求你写 cover letter。cover letter 是什么呢？就是简单的说明为什么跟其他的申请者比起来，你会更加的适合这个职位，你就要写出自己针对这个职位的优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cover letter 其实是根据每一个不同的职位来起草的。在新加坡市场上最多人用的找工作的方式呢，就是 LinkedIn 的话呢，就相当于一个工作上的这种 Facebook， 非常 popular 的。如果你还没有 LinkedIn 的话呢，我建议你快速的去建一个 LinkedIn 的这个 profile。 我们后面呢也会讲到如何来建立一个比较亮丽的 LinkedIn profile。 那么你有了自己的简历，然后还有这个 cover letter， 自己的 LinkedIn profile 之后呢，其实你就可以开始申请了。那么 cover letter 就像我刚刚说的，是根据每一个职位的不同而去写的。所以说当你在挑选职位的时候，你也应该能够分析出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以及你自己想做的工作，还有想要的薪水。当你杀出重重关卡，你的简历或者是你的 LinkedIn profile 在众多人才当中脱颖而出的时候呢， HR 就会打电话给你，你就会接到这个面试邀请。一般在新加坡大家也知道，就是有本地的这种私人的公司70%其实都是新加坡这种小的私有公司，那么也会有一些国际的 MNC， 就是大的公司。那么他们这个面试的流程是怎么样的呢？我分别来跟大家讲一下哈。首先我们来讲新加坡小一点的公司。一般上小的公司呢，你投出简历之后，大概可能2个星期之后就会有 HR 联系你。那么当你接到了 HR 的这个电话的时候呢，那么就先恭喜你，就是第一轮呢你已经晋级了。基本上新加坡本地这个小公司会有2轮面试。第一轮呢其实就是简历面试，第2轮的话呢就是面试，真正的面对面，一般上都是由 HR 还有你的直系老板直接来面试你。那么这个情况的话，就是如果你能够通过面试并且能够发挥得很好，那么一般上的话呢就会给你这个职位的这个 offer letter。 关于在新加坡如果有一些朋友申请 MNC 大型的公司，这个面试可能就会复杂一点。从我自己个人的经历来讲的话，我现在的这个工作，我当时在面试的时候其实是经历了总共4次面试。都有些什么呢？我是用 LinkedIn 找到的，我的 LinkedIn profile 分享给 HR 之后，然后加上我的这个简历，然后加上我的 cover letter 都发送了之后呢，我就很幸运的被 HR 就是邀请面试。第一个呢其实是电话面试，就是他是 HR 来面试我的，然后跟我讲了一下在这个职位大概的方向，还有问了一些比较基础的东西，他觉得不错，然后跟我开始定了这个第2轮的这个面试。那第2轮的面试呢，其实是跟我的 hiring manager， 也就是我以后会工作的上司来面试的。那么 hiring manager 的话呢，他就问了我一些我以前做过什么，然后我觉得自己的长处是什么，为什么我会对这个职位感兴趣，为什么他们应该选择我，这些相关的问题聊了大概可能
将近1个小时左右，然后他就跟我说，如果要是我晋级了的话呢，他的老板就会来面试我。1个星期之后呢，我就接到了我的 hiring manager 的这个老板的电话，那么我们就叫他大老板好了，大老板的电话。那么我们也是通过电话会议来进行面试的。大老板问的这个问题一般上就是关于我自己的一些背景，有没有做过相关的工作，还有对新的职位的理解，还有就是大概的了解我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更想知道，就是说如果我加入这个团队，能够成为其中的一份子，能够融入到这个公司文化里面。那么通过了第3轮面试之后呢，我就进行到了第4轮面试。第4轮面试的时候有2个部分一个部分是笔试，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呢是 presentation 和 Q&A。 因为我申请的这个职位其实是有技术性的，所以说在这个笔试面试的部分就像考试一样，它是有考一些技术性相关的问题，然后让我来做回答。后半部分呢，其实是我需要根据一个模拟的一个案例来找出这个技术上的痛点，根据这个痛点上来进行这个理论上的解释，以及把这些面试官们当做一个客户来解释给他们听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案，还有接受他们的提问。总体下来的话呢，第4次的面试是比较长的，大概超过了半天的时间，并且有很多的面试官加入。第1轮的话呢是 HR， 第2轮的话呢是我的 hiring manager， 第3轮的话呢是 hiring manager 的老板，我称之为大老板。那第4轮的话呢，就是他们所有都在一起，然后再加了一个 team lead。然后这几个人都通过了之后呢，大概2个星期之后 HR 也联系我，然后就给我发了这个 offer letter。然后在收到 HR offer letter 之后呢，可以根据他给我的这个 offer 来提出疑问。有些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就是其实 HR 给你这个 offer letter 之后呢，你在接受之前，其实你是可以跟HR 来聊一下的，不管是你在薪资上，还是说你在这个假期上面有什么要求，或者是你觉得你自己可能有一些其他的要求之外，你都是可以跟 HR 聊的。当然不能太过分，一定是要合理的这种情况。当双方都满意了之后呢，你就可以 accept offer， 那么就恭喜你，你就正式的准备入职了。像一些马来西亚的朋友还有外国的朋友，你们来新加坡之后，当你 accept offer letter 之后呢，会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做，比如说申请你的工卡呀、找房子呀等等的。所以这些呢当中都建议你跟 HR 能够紧密的联系，因为在申请你工作准证的时候呢， HR 也是那个你需要联系的人。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你都可以跟 HR 来了解，并且把这些疑问解除，在你正式入职之前。基本上呢，这就是一个如何自己在国外找工作的一个流程，以及你会经历的事情。这样的一个流程呢，并不是只用于新加坡，如果你是在世界各地的朋友，你都可以通过当地的工作网站还有 LinkedIn 来找工作，也祝你们能够找工作顺利。我们下一期的视频呢，就来跟大家具体的介绍如何写你的简历，以及建你的 LinkedIn， 让你能够脱颖而出。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并且打开旁边的小铃铛。如果你有任何疑问的话，也记得留言给我，告诉我你在新加坡找工作面临了哪些问题。我的频道是向大家介绍新加坡方方面面的干货，让你更了解新加坡。我是 Valerie， 我们下期见喽。